在俄式款式当中，渐变的运用方法会非常的多。那么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色胶和彩色功能胶的渐变色运用。上节课呢，我们学习了水晶粉的法式边的圣诞款式运用。那么这节课圣诞的法式边也可以同样运用在这个款式当中。好的，上好方形的纸托了之后，我们来进行铺胶。首先呢，我们先取延长胶去铺出它的长度，定好长度和宽度。取适量的延长胶放在指甲游离缘的衔接处，向指尖处去延伸，确定好它的长度和宽度，然后连接到 AB 点的位置。我们先把形状给定出来。左边的手有可能会不方便啊，我们是可以从 AB 点的位置先去往前面去延伸，做好它的形状的长度，补这个空余的部分，然后平向的把它给铺开。接下来呢，我们换小笔，这个会拐弯的拉线笔它的韧性会稍微好一些，所以不建议各位同学去拿普通的这个很细的拉线笔，它没有韧性，你就是撑不出来这个胶的量然后我们主要是用这个小笔去把整个边缘部分给细化一下。当你的边缘做得非常整齐的时候，可以减少我们的打磨。大体形状我们全部都铺完了之后，再取一小坨延长胶放在我们的游离缘处，增加我们游离缘处的衔接力度，然后以及它的这个相应的厚度。这一步骤的目的是在于让我们去脱掉纸托的这个步骤的时候，避免由于两边 AB 点的这个胶量过薄，所以导致它可能会出现脱纸托的时候断裂的情况。两边的 AB 点衔接了之后，让游离缘的位置跟指尖前面的形状进行衔接，注意它的平滑度。我们现在主要做的目的是先给我们的指甲做一个延长，然后形状定型。照灯60秒。照灯之后，我们来去掉纸托。我们先把衔接皮肤第一指关节位置的纸托先把它打开。打开之后，我们再去捏指尖位置，让指尖的纸托脱离开我们的胶体。这样的话，后面我们一捏把它捏空了之后就可以打下来了。然后我们擦掉浮胶。浮胶擦掉之后，比较方便去修形或者说是打磨方形甲或者是梯形甲，就是指尖是直线的这种甲型，我们第一件事情是要先把指尖直线拉直，指尖直线拉直了之后，你才能够判断你的侧线是否与它是一个垂直的关系。所以说左右两边是否对称我们找它的对称性方形甲和梯形甲第一要素是先修指尖，再去拉甲沟直线或者是甲床直面都是可以的。好的，我们来把它拉直。好的，接下来我们取1号目标色，用这个蓝色的甲油胶去涂后缘做渐变。相对于俄式的款式来说，就是任何2个撞色的目标色都可以做这个款式，都是非常好看的。我们在涂后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取胶量不能过多。这个颜色呢，你也可以用亮片胶或者是云锦粉等等其他的素材作为替换。涂后缘的时候呢，这个胶量差不多就是这么薄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换会拐弯的拉线笔，把左右两边的空缺的地方给它填补完整。现在的款式因为是要做渐变的，所以我们在色胶前方的位置涂一点点的底胶，然后用小草笔轻轻的带取颜色，将色胶往前面刚刚的底胶部分去进行轻轻的拖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渐变的效果。由于我们这个款式上面还要再去做彩色的建构，所以这一步我们不需要做的特别细致，只要保证它是一个渐变，在上面能够看得出效果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用同样的方式，在指尖的位置荧光橘的部分涂在指尖，然后以同样的方式去做指尖部分的渐变。同样也是先刷底胶少量带取薄薄的一层底胶就可以的。然后拿取干净的扫扫笔，然后从下到上进行过渡渐变。这一步呢，也是因为我们上面要做这个彩色的建构，它会把这个渐变的部分完全包裹住，所以这一步的渐变只要能够看出是渐变就可以，没有必要做得非常非常细这步指尖的饱和度要再高一些，我们再加一点点这个橘色的部分在指尖。好，接下来照灯之后呢，我们用彩色的延长胶，这款延长胶它硬度是比较高的，就是我们之前说的牛奶延长胶的白色，它同一个系列的，用它直接去做建构和塑形。所以在第一次我们去找范围的时候，并不要找的特别大，主要是整个大的受力范围和指尖位置全部包裹到就可以了。主要的目的是现在是进行塑形，所以不用考虑它的建构是不是非常的完美，它只要能够塑形就可以了。后取这样一坨的这个延长胶，我们放在指甲后缘，然后把它带到我们的指尖去。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倒置之后考虑我们甲床最宽处受力范围的胶量是否够，所以我们在铺这个胶的时候，这一步我们要考虑它的目的就只是为了塑形。
你做的这个光圈完不完美啊，各方面啊都不是特别重要，只要让 AB 点两边这个甲床最宽处的受力范围的较量足够就可以了，我们能箍得住甲床，达到塑形的目的，这是我们这一步需要做的注意事项。然后我们来倒置一下，稍微波动一下它的这个流畅度就可以了。转过来之后，我们照灯10秒左右，每一个的灯的功率是不一样的，敲一敲指尖的位置和中间位置，感觉它变硬了，我们就可以进行塑形了。然后擦掉浮胶。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筒形，所以我们用的这个塑形夹要用平行塑形夹，就是两边打开之后，这个夹子的两侧受力点它是平行的，然后夹出来的形状它就不会指尖收进去，那么就是我们要的一个筒形的形状。那么在受力的时候，我们用的受力点是在甲床的最宽处，而不是 AB 点啊，因为 AB 点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所以甲床最宽处是我们要塑形的位置。甲床最宽处瘦了，它整体就变瘦了。在塑形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手持灯给它一个加持，这样的话不至于我们夹子去掉了之后，在进大灯的这个路途当中出现这个回弹情况。所以照个20-30秒左右就基本上差不多了，它能够定型，在保证到大灯的路途当中不会回弹，可以先给它加点胶量一起去修。好，包头找范围之后呢，我们取适量的延长胶，然后放在我们刚刚渐变处的这个地方作为叠加。这一步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它的这个高点以及两边的厚度和均匀度，因为我们塑形之后是需要进行打磨的嘛，所以在前面先去给它进行塑形，前面的厚度不要太厚，能够达到塑形能力就行了。因为彩色延长胶如果涂得太厚的话，可能会出现照不干的情况，就是我们照10秒左右它固化了，应该到塑形的情况，但是它又照不干，里面照不干。但是你要是照得太久呢，它有可能会太硬了，又捏不动。所以说第一遍的建构只考虑塑形的厚度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来去考虑它的高点，然后一会儿我们进行打磨。选择多少目的错条去进行打磨取决于你的厚度那么我们现在用到的是180，因为它现在的这个状态并不是特别的厚，它是高度高了一点点，侧面我们只要把它拉直就可以了，所以你只需要考虑它的直线够不够就可以了。可以看到它的高点和收尾点的关系不是直线所以说我们现在去把高点和收尾点的位置拉出直线来，这样的话就能确定我们的收尾点的高度与我们的甲床中心点的高度是一个高度。只需要用错条沿着其中一个方向朝另外一个方向进行打磨，把这个棱给磨平掉就可以了，它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个广度了。在我们去过棱的这个阶段，我们是不断的去观察指尖的这个视角，那么通过指尖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棱有没有被我们过掉，或者是剩余哪里没有被过掉。另外一边的操作方法也是一样的，就是找自己的顺手的方向去做就可以了。有些人是从左往右，有些人是从中间往两边，都是可以的。打磨的过程中呢，我们主要是观察这个指尖的位置，去看这个棱有没有被我们过得干净。然后呢，我们用海绵抛去细抛一下它，这样抛完的甲面呢，它的光滑度跟流平胶流过之后是一样的。那么之后我们只需要去上一下封层就可以了。暂时封层薄涂一遍，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效果吧。